本次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议，美防长在台上大放厥词，中国威胁迫在眉睫，美不会让印太盟友独自面对。但在美国成天威胁自己盟友，向自己盟友征收关税，或者要把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个州，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等等的恶心行为下，如果还有国家相信美国，那么这种垃圾国家真的无可救药了。那么德国媒体及网民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警告亚洲盟友提防中国切实威胁。美防长称中国企图主宰和控制亚洲，并正在动用军事力量做准备，包括针对台湾。美国国防部长何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中国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向美国的亚洲盟友发出警告。他周六表示，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命令解放军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并称中国军队正在加强军力，每天都在为此训练，并演练实战情景。何格塞斯警告，中国若对台动武，将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位美国防长称，存在明确且可信的迹象表明，北京政府正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他警告说，中国构成的威胁真实存在，且可能迫在眉睫。中国企图主宰和控制亚洲。中国视台湾为将要与大陆统一的叛离省份，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华盛顿政府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过去50年来，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 F-16战斗机和军舰等武器装备。美国国防部长何格塞斯表示，将印太地区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美国国防部长何格塞斯在新加坡安全会议上表示，美方不寻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发生冲突，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不会让自己被排挤出这一关键区域，也不会坐视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处于从属地位。何格塞斯要求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快速提升防御能力，并指出威慑需要付出相应代价。美国防部长还强调，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为重返印太感到自豪，而且我们将继续留在这里。该地区对美国具有最高优先级别。与去年不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此次未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据观察人士称，北京政府此举是有意避免与何格塞斯可能的会晤。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来自全球数百名部长、军方人士及专家就当前危机地区和威胁态势展开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晚的开幕式致辞中警告称，中美两大强国可能导致全球分裂。德国知识点评，西方人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导致全球分裂的不是中美两大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己。西方所谓的联盟已经够多的了，还需要一个什么独立国家联盟吗？难道法国自己不是独立国家？而美国所谓重返印太以及继续留在印太，它的目的难道是为了保护它的盟友？如果还有国家还是选择相信这种鬼话，那真是没救了。好，咱们看看网民评论。但这次可以告诉各位，网民的意见还是比较在线的。我们看第一条评论，很遗憾，但愚蠢二字简直写在这家伙脸上。继续往下，这些美国蠢货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对全世界都是个威胁。再往下，那么来自美国的真实威胁又怎么说呢？下一则，就在美国对亚洲盟友大举加征关税之际，何克塞斯部长的这番言论想必会得到特别认真的对待，更何况特朗普斯坦这个称呼本身就堪称盟友忠诚度的代名词。继续往下，我可以理解中国带来的威胁。2027年8月，解放军将迎来建军100周年，而2028年3月，仅仅6个月之后，习主席的第3届任期将结束。对习主席而言，
在此之前，拿下台湾将有利于确保第4届任期。像特朗普正在挑战的那种全球经济危机，自然正中其下怀。更何况习主席届时也需要转移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不过，海格塞斯呼吁该地区国家扩充军备，肯定也带着商业算计，毕竟这些国家主要会购买美国武器。再往下，何克塞斯声称中国想要主宰和控制亚洲。唐纳德·特朗普曾口出狂言：“我统治着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下一则，如果这话不是出自美国之口，一个企图称霸全球的霸权国家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些。下一则，一看到何克塞斯这家伙，我就反胃得跟看到特朗普时一样厉害。继续往下，这人难道不会思考吗？美国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毫无意义，那么按照同样逻辑，中国当然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复台湾。再往下，当谈到中国以及欧洲和美国关于中国威胁的言论时，我的看法非常分歧。我没法控制自己。任何了解历史的人，以及许多人仍然会知道，不久前中国还很贫穷，总体上非常落后，而如今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差异化的看法。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所遭受的一切，以及那些尚未实施的计划，若能得以偿还，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迟来的正义。鸦片战争由欧洲列强挑起的义和团运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包括归还香港，以及遗憾的是台湾问题。要知道，台湾并非一直像如今这样被视为民主典范。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中国做出反击了。当我看到他们真正开始抗衡所谓西方那本就不公平的全球霸权时，这在我看来恰是天理昭彰。好，朋友们，刚才上面那个人说的话像炸开了锅，于是这位网民反驳道：仅仅因为过去曾遭受不公对待，我指的是当今中国几乎无人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绝不能成为如今威胁邻国的理由。复仇主义只会催生新的复仇主义，如此循环，世纪复世纪。中国最好保持和平，这不仅对他自身有利，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继续看跟帖，台湾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竟然要遭受武力侵犯与吞并之祸？再往下，特朗普集团认为普京占领乌克兰是合理的。特朗普集团认为美国对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的领土主张也是合理的。他们就这样为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敞开了大门。下一则，中国上一次战争距今已逾40年，而在此期间，美国人发动了多场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破坏地区稳定。他们甚至对盟友也动用军事武力施压。谁在玻璃房子里扔石头？下一则，就事论事，海格塞斯的观点不无道理，但一个甚至威胁要吞并盟友加拿大、格陵兰、丹麦的政府，又怎能令人信服地警告他国的类似企图？继续往下，何格塞斯在警告盟友，美国还有盟友可言吗？再往下，本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于是这位网友说，可笑的是，联合国也这么认为，90%以上的国家也这么认为，就连美国也认同一个中国政策。而在这里准备军事力量的是美国啊，他们喜欢将自己计划的事情归咎于他人。我很好奇，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来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我只说海湾或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想要一场冲突，而且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来实现它，这让他们所谓的盟友非常受伤。问问南越就知道了。继续往下，
若一个国家对其盟友发动关税贸易战，却唯独对俄罗斯网开一面，这算哪门子的盟友之道？再往下，就目前而言，与中国相比，我认为美国是更大的威胁。下一则，美国派来参加香格里拉会议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再往下看，美国防长胳膊上有纳粹的纹身呢，单凭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继续往下，仅仅因为美国变得不那么可靠，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变得更可靠，这将是地缘政治上的低级错误。美国相对衰弱与中国崛起正导致地缘政治严重失衡，欧洲将承受巨大后果。未来10年，欧洲面临抉择，要么选择极右翼，走向欧洲分裂、专制和贫困，沦为大国与中等强国的政治附庸，尤其是俄罗斯的；要么选择强化欧盟，作为重要经济集团共同行动，捍卫西方价值观，保持经济繁荣。我清楚欧洲人会做什么选择，但届时谁都不准，绝对不准说自己对后果毫不知情。咱们看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知道了。对不起，因为我还有点感冒，所以我的嗓音呢很奇怪。好，德国电视1台对此也进行了报道。我们只看该电视台在 X 平台上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老调重弹，不是把俄罗斯当敌人，就是把中国当敌人。如今放眼全球，价值观西方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他们眼看着自身体系再次濒临崩溃，便企图用惯用伎俩转移视线。德国体制媒体还在推波助澜。继续往下，但现实恰恰相反，美国才是威胁，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再往下，政客们才是最大的威胁。下一则，一个威胁全世界的国家的政客发表了荒谬的言论。继续往下，中国在美洲有多少军事基地？美国在亚洲又有多少？下一则，美国正把价值观西方对准新敌人，慌慌张张的，他们不就是想维护美国利益吗？继续往下，中国也会像我们的好哥们美国那样窃听我们高级政要的电话吗？也喜欢炸毁盟友的输气管道，就是为了推销自家又贵又脏的页岩气吗？然后这位网民上传了一张截图，大生意啊！欧洲将从美国购买大量天然气。下一则，要我说啊，美国关税的威胁可比中国危险多了。再往下，在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颠覆乌克兰政府，并发动代理人战争，屠杀巴勒斯坦数万平民儿童之后，这些恶魔般的中国人终于该被制裁了。德国知识点评，估计这位网民是出于讽刺目的，故意说成是中国的，他想说的应该是美国。下一则，需要澄清，美国已违反国际法进驻中国领土。毕竟台湾在国际社会被公认属于中国，他们并非吞并他国领土，台湾本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下一则，美国人有多少军事基地？中国人又有多少？看最后一条评论，还要继续煽风点火？看来美国疲软的经济现在急需一场世界大战来提振了。好，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肯定也发现了，中美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德国人的智商好像突然在线了。比如在本期评论中，认为美国才是威胁的人占大多数，只有小部分网民同意美国防整的观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